他留下了封狼居胥的传奇，他一战定乾坤，使漠南无王庭。他是汉匈战争的重要转折点，他就是漠北战役。做视频不易，求观众老爷们点个赞，小编跪谢。元朔6年，即公元125年，汉匈漠南战役后，匈奴右部势力被汉军击溃。匈奴单于与属下商量后，决定对左贤王实施重点保护，保证对西汉北方的持续威胁。而对于汉军来说，来自西方的威胁虽然消除了，但是匈奴左贤王和匈奴单于的实力尚存，仍然对西汉北部边境地区造成巨大的威胁。元寿4年，即公元前119年，汉武帝下诏实施币制改革，又令初算民钱，实行盐铁专卖，以筹集战争所需要的大量物力和财力，同时与诸将商议对匈奴的作战方针。他认为赵信为单于画计，常以为汉兵不能渡牧清流，令大发卒，其事必得所欲，决定利用赵信的错误判断，从而确定一个集中兵力深入漠北巡歼匈奴主力的作战方针。漠南之战中，匈奴单于计划采用诱敌深入、围而歼之的策略，对汉军一网打尽。没想到汉军转而攻占河西，使得匈奴单于的计划胎死腹中。匈奴单于为此非常愤恨，于是乎，单于在元寿3年再次采用诱敌深入之策，对右北平定襄发动袭击，想借此来激怒汉武帝，然后便可引汉军北上。虽然汉武帝识破了匈奴诱敌深入之计，但觉得此时的汉军已经有过多次长途奔袭的实战经验，汉武帝觉得时机已经成熟，于是他下定决心对匈奴发动全面进攻，由卫青和霍去病统帅2路大军，分东西2路向漠北进发，再一次进行大规模进攻。汉武帝认为匈奴单于手下的谋士赵信向来轻视汉军，觉得汉军不敢打到他们的腹地。汉武帝决定利用赵信轻敌的心理，对匈奴采取出其不意、攻其不备的计策。元寿4年，即公元前119年，汉武帝集全国之力，再一次大规模远征匈奴，同时启用汉朝最出色的2位军事将领卫青和霍去病，令他们兵分2路，各率5万骑兵向漠北进发。汉武帝为了保证本次出征粮草供给的保证，派遣了多达10万人的步兵与转运人员护送粮草，而且为了提拔霍去病，将身强力壮的将士配发给霍去病。匈奴单于闻讯之后大喜，以为计策成功，随即与属下商议。赵信认为汉军长途跋涉，不仅粮食供给艰难，而且人马肯定都非常疲劳，匈奴只要以逸待劳，等待机会，不用兴师动众，单于也认为汉军不敢深入到匈奴腹地。于是乎，匈奴单于把主力部队粮草和军事物资往北迁移，等待汉军来袭。本来汉武帝是计划让霍去病从定襄向北进攻，他听闻匈奴单于东去以后，认为单于主力转移，立刻重新部署，让卫青走定襄，让霍去病改走代郡。汉武帝这样做是想让霍去病立下盖世奇功，可以达到制衡卫青的目的，避免卫青功高震主。但是汉武帝这次失算了，他忘了卫青一直是一位非常幸运的军事将领。卫青率部出定襄后，在准备穿过沙漠与匈奴作战的头天晚上，抓获了一个匈奴人。从匈奴人的口中探出，匈奴单于主力并没有东去，而且就在卫青大军的正前方。卫青兴奋异常，立即重新对军队进行部署。首先，他让年过6旬的前将军李广与右将军赵时齐一起走东路。其次，把随从自己的中将军公孙敖调任前将军。然后卫青率领军队穿越沙漠，主动与匈奴单于的军队遭遇。卫青首先下令让部下用战车摆一个环阵，因为匈奴骑兵在平原上占有很大优势，其冲击力异常强大，只有摆成环阵才不容易被冲破。随后，卫青派出5000骑兵从侧翼攻击匈奴军队，匈奴单于急忙派1万骑兵迎击。双方激战到黄昏时分，突然刮起了沙尘暴，双方军队视线被阻。在这个关键时刻，卫青下令从左右2翼包抄匈奴。匈奴单于见状，认为汉军人数众多，兵强马壮，自己难以取胜，于是
他立刻带着几百名精锐骑兵率先突围逃跑。后来汉军与匈奴大军展开决战，而此时卫青并不知道匈奴单于已经逃跑。虽然打败匈奴，但双方死伤相当，直到俘虏了一个匈奴人才知情。卫青急忙率军乘胜追击，一直追到天亮，追了200里地也没能追上匈奴单于。后来卫青大军来到盐山赵信城，发现这儿有大批屯粮，卫青下令将屯粮全部焚烧。在赵信城休息1天后，卫青率军凯旋。此战卫青大军一共斩杀匈奴近2万人。而霍去病从代郡出发以后，向北行驶了2000里地，与匈奴左贤王的军队相遇。霍去病随即下令对匈奴发动攻击。霍去病军团英勇异常，汉军将士前赴后继，加之霍去病指挥有方，汉军大破左贤王，斩杀匈奴大将3王和匈奴7万余人，俘虏将军、相国、都尉等83人。此次匈奴损失惨重，几乎全军覆没。左贤王被迫带领亲信弃军北逃，霍去病挥军追杀，至狼居胥山，在山上祭天，又在孤眼山祭地，得胜而回。汉武帝对漠北战役的胜利极为满意，汉军凯旋后，他加封霍去病、卫青为大司马，从此2人各号大司马大将军、大司马骠骑将军。汉武帝对霍去病的功绩尤其赞赏，不仅令骠骑将军的俸禄与大将军相等，而且再以5800户加封骠骑将军，其部下将官也多人封侯受赏。卫青则因战功不能超过战损而未得封赏，其部下军力足，皆无封侯者。漠北大战是汉武帝一朝对匈奴战争规模最大的一仗，双方都竭尽了全力。这一仗，匈奴被歼灭9万余人，元气大伤。事后匈奴远遁，而漠南无王庭，其实力日渐衰弱。卫青、霍去病虽然先后多次出征匈奴，只是对匈奴的右贤王部造成了沉重打击，左贤王并没有受到重创。而漠北之战正好对匈奴的左贤王部给予了毁灭性的打击。自此，匈奴左贤王、右贤王都受到重创，匈奴被迫往北迁徙。匈奴的北边生活环境恶劣，常常发生干旱、暴雪等自然灾害，不利于游牧民族生存。而漠南地区水草丰富，适合放牧。匈奴北迁以后，面临的是戈壁沙漠，恶劣的环境让他们更加难以生存。漠北之战，汉军作战指导明确，准备充分，以骑兵实施突击，步兵担任保障，分路进击，果断深入，是在沙漠草原地区进行的一次成功作战，在中国战争史上具有重要地位。漠北之战也是汉朝对匈奴发动的最大规模的远征战争。此战之后，匈奴多年不敢入侵汉朝。由于生活窘迫，匈奴内部多次发生内乱，促使匈奴帝国越来越衰弱。几十年后，匈奴分裂成了多个部落，实力进一步衰弱。所以说，漠北之战是汉匈战争史上最为重要的转折点，它转移了匈奴的战略中心，大大减轻了匈奴对汉朝北边的威胁。此战汉军虽然取得全胜，但是也损失了不少兵力。打仗需要丰厚的财力作为支撑，汉武帝跟匈奴作战持续40余年，由于连年用兵，使得老百姓赋税沉重，生活艰难，很多流民居无定所。武帝晚年给自己下罪己诏，给百姓悔过，并且下令以后但凡劳民伤财的事情，一概不允许做，改变了以往好大喜功的尚武精神，转向文治。武帝此举为后来昭宣中兴奠定了基础。如果觉得视频不错，可以点赞、关注、加评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